双颚交界处发现超声竖井，什么？这是丢下无数生灵的杂瓯坛子。各个朝代都选人下去的。我听他们闹有么个说的嘞？他们当时丢是丢的活人下去的，还是啥子在丢的？你啥子丢下去的？据五峰南河村民介绍，这是封建时期的刑场，坑底尸骨成山，没人敢靠近此处。当我们放绳下降300米时，依然没有落脚之地。黑暗深渊究竟通向哪里呢？后面是来了好多村民了，因为他们也很好奇，这下面究竟丢了多少人下去。在当地村民的陪同下，已经来到了这个杂瓯坛子的坑口啊。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无底黑洞。刚刚向阳用石头测试了一下，这个深度我们预估超过了400米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准备工具开线布绳。我的个天！我们该不告他回客。现在向阳已经开了100多米，我们准备开始给他送绳子。黄金呐，没想到都要分点点。好，等会儿把夜饭准备起，我们起来分宝贝啊。这个杂瓯坛子是一个垂直向下的黑洞，这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开干了，这里下去是一个垂直的大悬空。据说在古往今来呢，有很多的人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一直丢下去，然后这个下面极有可能是一个尸骨成堆的地方。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。我们从那个位置降下来，这时候追上了开线先锋向阳，然后我们丢个石头，1、2、3。哎，声音从后面传出来了，我们下面是空的。对，刚刚声音这边也传了一声过来了。丢个小的。哇！我挡不住了，我挡不住了。往前扔一点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应该是被一个大石头给塞住了，然后是一个巨大的裂缝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从这边大洞口开始下降，因为这边下不去。继续向下开线，我们要从这个大一点的这个洞口扔下去。哇塞！他在这个平台这里留了250米的绳索，然后我带了150米的绳索，继续向先锋靠近。先锋150米的已经用完了，然后我们继续下降。这个平台极有可能是当初落人的那个平台，但是因为太过陡峭，可能那个剩下的狗头全部都坠入了这个深渊。越来越窄。继续下降，这是200米的200米的，已经全部完结。现在，向阳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边。看一下，直筒下去，继续下降。这下面又是个黑洞啊！这2个黑洞啊！你往下照一下，我看嘞。你看，哇，难以保持平衡呐。我的个妈耶，还深得很哦，深得很哦。刚刚我们用这个树墩下去测试了一下，发现这下面应该是连通的，因为声音是从2个气孔穿上来的。这时候我们决定先走右边了，因为大家知道老规矩，先走右边。我们这时候把这150米的绳索继续传递给向阳。实际上我们这还是挺辛苦的哈，留着全身上上下下。多少装备啊！
你看这个下面就是个无底洞，不知道有多深，看不到了。那是阿志的灯光，他现在距离我差不多在180米的垂直高度。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开线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底部平台，没有看到这个骨头的痕迹，要继续向下开线，这是呈螺旋下降的一个水溶型竖井。这里250米的绳索已经完结，现在向阳还在开线，这又是一个黑洞啊！继续上第300米的绳子，这里看不到阿志了。看这个水流滴下来的位置，这边发现了一个水冲石的石英岩，这个可不是滨州石啊，里面有类似积血石的痕迹。然后这里下去依然是没有平台，如果是当初牵了人下来的话，这里是完全兜不住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到这个竖井的最深处，一个椭圆形的这样的平台，那种地方才能够看到他们的遗骸，看到一些历史的踪迹。我们只能继续下降。经过2次排险下来的这个枯树兜子哈，已经全部摔成了碎片。这个是会分解的哈，对生态没有影响。现在能看到向阳了，这应该是它下面的第一个漏斗形的平台。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，你再能让你看一下下面有没有骨头什么的。我下来看一下。啊，这是一个远古的大裂缝。有吗？哇！你拍下来看，这是一个通天竖井啊。通天竖井。啊。好，我们继续下降。小伟，这里有天盖。什么？头盖骨。有头盖骨。第一个漏斗形平台，终于是发现了有骨头，这也就印证了当地的这个传说，所言非虚啊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可能我不能拍出来，但是我会以照片的形式记录。经过了320米的绳降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这个平台啊，可以看到这根大漆树钩子砸碎了，然后前面是怎样的环境呢？看一下，哇，通天大竖井，好高啊！天哪！320米的竖井底部，下面果然是发现了有一些东西啊。这里，这边有一道裂缝，等下看能清楚。现在这个太高了，给大家拍摄一下。你看到了没有？我看到了。目前只发现一块，这里还发现了一只金蟾蟾蜍，这个我觉得要把它带出去，不然的话它在下面要饿死。哦，你个天嘞！看这边，好多呀！这就是大竖井的底部，就是这种景象。再看一下天上，哦，打不亮。竖井的另一头哈，就是一个小裂缝，人进不去了。这里有一块哈，这边也有一块，已经完全石化了。在这个角落里面还有一个裂缝，但是人进不去，这是它的消水。这个上面也走不通了，盲洞。澡坛子天坑，肋骨。哎，妈呀，这石头下面估计多得不得了。看来传说所言非虚。哎，这里我看到了，我就是没看到狗头金。我们动不动在洞里面能发现金子，我这没看到。但这里还发现有这个被烧的板材，就是那个木板被烧过的痕迹。
坑底的面积差不多有40来个平方码。在这个320米的竖井底部，我们确实是发现了一些骨头。这时候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，收好东西，我们开始原路返回了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，兄弟们！终于找到了，据说喝了这水可以长生不老哎！不老泉真的存在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100多年前古人建在绝壁中间的不老神泉，他们因地制宜，用9981块条石建造了与山脉浑然一体的石墙寨子，固若金汤，上下悬空，内部无人知晓。为了一睹神泉真容，我们踏上了天寨探秘之旅。在这里做好了安全保护，看一下这下面。哇，那个瀑布非常漂亮，我们在无人机里面也看到了。从这里下去了是垂直悬空的啊，这个下面还有一些树，这里挡住了，看不到那个天寨的外墙，我们要降一段了才看得到。继续下降。我们在这里做个自然锚点，可以看到这旁边的瀑布非常的壮观啊。继续开干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如此吸收养分的这样的树根，你们见过吗？悬根哈。而且这个是随重力摆荡的，非常的有意思。这个上面有一些骨碎补，开始安全下降。就这个寨子里面有大炮啊，那个老人说的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们继续下降。这个悬崖底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站子雕凿的石墙，这个应该就是它的第一道天险。看这个植被。这个已经尘封了多少年？天哪，看到没？这是无梢蛇的蛇皮，这个全为科普啊！那个请平台不要给我限流，给我大大的推流。这个是无梢蛇，差不多在4斤重左右，它的蛇皮大概是1.8米长。现在火妹也过来了，咱们在这里发现了这个传说中的石棺，它就在这个葛藤的后面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还是不要将它搬开了哈。这里还有盖子，能够看出这个是用毡子精雕细琢过的。不得不说，这里跟世外桃源一样，看这个满地的葛根藤，而且还有这个瀑布。这个上面有细毡子精雕细琢而成。好精致啊！这里应该是一个窗户还是一道门啊？这是一道门吧？可能在这里曾经做的有一个木质的板梯，这样上去的哈，太精致了。它的主体呢是在我们这时候的头上啊。这时候过了这道城门，然后这里还可以往那边去。这个水缸差不多是1.5米宽，2.5米长。差不多深度是80公分。这个天寨里面呢，据老人所说啊，他说里面还有大炮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是从这里上去的哈，但是现在看起来，这个是用炮给炸下来了，全是坍塌的痕迹。在我面前呢。这里好像是一个古代的电梯井，它是这样四四方方的这样下去的，但是中间有这个坍塌的这个条石，也许古代真的会有电梯吧。这里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，我看了一下，还是只有打钉判。外向阳正在进行钉判作业，这个是专业操作啊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家里有人吗？他在问那个寨子里面有没有人，应该是没有活人了哈，已经近在咫尺了。我们马上准备随他开的线上升。据说这个寨子里面有一眼不老神泉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石门的前面，可以看到这方方正正的做的非常的规矩。这边还有一个设计垛口，从这里可以伸那种土冲出来。大概是宽80公分，高1.5米左右。它整体的是在一个负角度下面，这里淋不到雨，易守难攻的好地方。
上面是没有被破坏，也就是说当时剿匪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上面给炸掉，所以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当时建造这个寨子是花了多大功夫的。哇，看这里一道石门，这个里面还有隔断，看这个寨子的朝向是坐东北朝西南，这个上面开凿的有这样的石槽，这个门框下面是做的石仿木的结构，曾经这里应该是做的一个木质的大门，好精致啊！难以想象这个古人石匠，他将这么厚重的这个条石啊，给做的如此的方正。再看这个射击垛口，这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现在火面正在上升，可以看到这里直接正对那个进来的要道，这里还有2个观察孔。看这个石墙的顶部与山体的吻合度，可以说是严丝合缝。只有做过瓦工和这个石匠的朋友啊，才能知道这种工艺的难度。可想而知，当时建造这个寨子还是花了不少功夫的哈。哎，真的是不老泉呐 Hello， 哇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真的好看。这个两边呢，它还有这个石板啊，给做了一个升高，但是这个外面的已经垮塌掉了。从这个水池两边的钙化物可想而知，这一眼清泉是存在了多少年了？这差不多有1米多深，整体看起来就是清澈见底，非常的漂亮。哇塞！这个山体里面的水呢，它是含有一定的钙镁离子，所以呢，它通体呢呈这种透亮的乳白色。这个旁边还形成了龙鳞纹。原来这个不老神泉是真的存在啊！据说这个里面还有火炮，我们要过去看一下。看这个做的隔断，哇，我真的想在这里养老了。这里还做的有这个灶台。灶台做的好精致啊，但是好像没生过火。这个，哇，看什么？这个是石头做的烟囱啊！第一次见，这个不是水泥砖哦，这是石头哦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水泥砖哈，它不重，看到没有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真的是石头啊，这不是水泥的哈。用石头做的烟囱，我说里面怎么没有熏黑呢？原来是做的有烟囱。这里还有哈，这个上面还有三合土和这个竹篾做的隔断，好精致啊！这个应该是除了玉岩洞，是我看见过的最精致的这个城寨，太漂亮了！看这个，哇，我真的想在这里住下去啊！这个里面好像是用这个石头给封堵了一个暗道，在这个地上还能够看到一些陶块的碎片哈。这里20多个平方，如此精密的工事，不可能说这个寨子就这么小，应该这个后面是有一个暗道的。天寨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还有1000年古寨。卡住了。是不是特别漂亮？你看这个石头的烟囱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太神奇了！这个双灶已经被毁了。这个下面是什么？啊，我们轻轻的。我们把这个灶台给它复原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毁掉太可惜了。而且这是个弧形的嘞，弧形的真的是。你说这个石头中间它是怎么开凿的？有这样一个方孔，它是用什么工艺开凿的？太神奇了，好精致啊！我们这次真的是一镜到底啊！大家不要说我们什么盗宝啊什么的啊，这个里面根本就是没有宝藏。如果有宝藏呢，也是埋到了这些石头下面。我们就是合法的拍摄啊，绝对不搞鸡鸣狗盗之事。大金沟天寨了，就全部探索完毕了。里面的总面积差不多是100多个平方，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发现老人说的这个大炮的所在，但是找到了传说中的不老泉。这时候向阳还在拍摄啊，里面差不多有4、5个隔断，分成了4、5个房间，
整体的建筑工艺是非常的精湛，可以说是彰显了我们中国古代石匠精湛的建造工艺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这边发现棺材。深渊底部发现神秘棺材板，一座石坟正对白虎玄武石像生，3口红色木箱存在不下100年光景。这是位于重庆深山的飞龙大坑，几十年来无人敢在洞口张望，却不知底部连通了龙宫般的旷世美景。长达100米的泥巴沟渠贯通3层洞道，究竟有何作用？随我利用安全装备下入此洞，一窥端倪。今天开线先锋呢是户外小蚱蜢，在这个大华山松上面做了一个原始锚点。这时候他在做起始锚点，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操作的哈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给大家看一个稀奇就好了。看这个洞深不可测啊！这时候我做好了安全保护，准备下入飞龙大坑。可以看到这里下去一层悬空，差不多不足80多米。我们开镐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安全操作。成功的从那个上面降下来了，在这里发现了非常漂亮的丁达尔光，然后这个下面的空间呢，差不多有300多个平方。然后在这个角落里面呢，我们发现了有这个箱子，看来传说没有骗人呢。这里有1个、2个，走进去看一下。这还是那种老式的榫卯结构的，这个太难得了，真的是红色的。现在阿志和夏阳正在下降，等他们到底了之后，我们再去详细探索。咱们看这个破碎的木箱，从这个残骸上面能看的话，全部都是用朱砂染过色的。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太过潮湿了，时间又太过久远了，已经是腐败了。这里还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木匠技艺，这是做的榫卯结构。这片土下面应该有很多东西。但是我们就是拍摄，不去动它。这一面呢是相对完整，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脱落了朱砂漆，这有一些是朱砂，有的是山漆，真的做的非常的精致。然后再看这坑呢，是典型的一个塌陷型天坑。小蚱蜢在那边查看有没有其他的洞道。然后呢，我和向阳和阿志，我们准备往这边探索。小蚱蜢，你那前面就像一个老人像在那里，那个位置。这里呢是这个飞龙大坑里面唯一的可以淋到雨的地方。然后在我的左手边呢，那边阿志站的那里好像有一个木种还是小坑，不知道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那边可以看到有一条羊肠小道，种种迹象表明呢，这个坑呢在以前绝对是有人下来过的。从这边过来之后啊，可以看到这里做的有一个小12层墙。哇，这个下面也有木箱子，而且都已经烂掉了。全部都是朱砂染过的哈。可能这个下面太潮了。哦，这个里面也有。对呀。哦，那个里面好像还有骨头，在最里面。不知道这是被一条老蛇钻出来，那就把我吓到了。他们说这个是飞龙大坑，也飞出一条龙出来了，那就不好。看一下这前面，这是木种还是小坑？这个地上，这是典型的一根沙木横梁，足以说明这个下面曾经是建有楼阁的。看这个，是不是特别的闪亮？像钻石一样哈，这个是钙镁粒子结晶体，这上面就像一朵莲花一样。这时候我们沿着这边的陡坡开始上行。哇，那上面好像好多人望着我呀！我看一下，哇，上来之后，这里有很多钟乳石塔，这个是洞顶上面的水滴落下来，
那个山里面溢出来的水呢，是含钙比较重，所以长年累月的沉积呢，就形成了这种钟乳石水。这里还有一根木质横梁，我就说这个飞龙大坑里面一定会有地下阁楼。看到正前方像不像一个圆形的木种？左右这两个，这边就像玄武，这边像白虎，就像两个石像身一样。我们从这中间穿过去看一下。哦，天哪，这个周围都有石头马迹的痕迹，这边也有哈。看这个，哦，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感觉又像一坨钟乳石，又不是很像啊，因为这么剥落的我还一次都没有见过。哇，天哪，这边有棺木，这边发现了棺材，就在这个石像村后面的大木种后面。喂，踩到了，踩到了，无惊无怪，无惊无怪。咱们从那个府宫那里撤出来了，又回到了我说的这个玄武石像村这里。可以看到这上面好像是一个灯盏，里面就像是还有这个灯油一样。对，这个好像一个灯笼啊！我感觉它又像一个玄武石。在小帐篷那个后方呢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灯罩。这时候我们过去，有很多这种坑洞，但是都不太深。它的这个走道呢，就这样一直延伸进去。我们现在进入它的另外一个空间。这边是一个黑漆漆的大厅，里面冒着很大的雾气。这里有人为修葺过的痕迹，有碎石块。哦，也是一个钟乳石墙体，只不过这个墙体比较大。哇，这边还有石塔。我们是从那个下面上来的，从这里上来，我们看到了一条古人修建的引水渠，这个是用黄泥巴搞的，看这样蜿蜒而上，这样一直到那个上面去了，那个上面应该是他们的水源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看那个，看那个好漂亮啊！看那个好漂亮，像假山一样的钟乳石，这里。看，很奇妙吧？非常的神奇啊！古人在这里面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呢，没有破坏这里面一点点的这个石笋、石钟乳，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，别让这些经过成千上万年才沉积的漂亮钟乳石给踩坏了。看这个莲花。如游龙一般来到了它的水源处，这是一个云棚的发源地。看，如此壮美的风景，很少见吧？相信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也见过不少的洞穴，但是这么震撼的风景还是比较少见的哦。因为我都是很少拍到。看，好清澈的水啊！这是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取水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走这里，再过去看一下。哦，这里面有个塌陷天坑，地上有很多夜明砂，这里氨气很重，上面有蝙蝠在飞。大家要问夜明砂是什么的话，夜明砂就是蝙蝠那的粪便，也是中药哈。这里有个地陷坑，差不多深1.5米左右，它的直径是3米。再看一下这里面，全是钟乳石沉积，这景色犹如天宫一般啊！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除此之外，这边再没有发现其他通道了。
有几个地下坑，但是都没有向下的动到。地上全是石棉，兜兜转转呢，又回到了这个周尔斯假山这里，太漂亮了。那这个天坑呢，我们四周查看了一下，再没有发现别的通道，我们这时候只能原路返回，然后再从那个小洞继续深入，找寻龙的传说，在里面见证了宛若天宫的风景。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，给点鼓励吧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